第1章意识之谜。意识这件事，说起来很简单，却又让人一想就惊叹。我们每个人都不是从外面看世界，而是从一个我的视角出发，真实地经历着世界。你听到一段音乐，不只是空气震动；你看到红色，不只是光波的频率；你想起往事，也不只是神经元在放电。这些体验都有质感，有一种我正在经历的鲜明存在感。从科学语言来说，这种有感觉的存在被称为现象意识，也就是精神生活的第一人称特征。它只对当事人开放，无法像体温、血压那样被别人直接测量。我们可以看到你的脑电图，可以扫描你的大脑血流，却看不到你心里那种红色到底是什么感觉。而要解释为什么会有这种主观体验，为什么一堆电信号和化学信号会伴随着我在这里，我在感受的内在光亮，这仍然是科学里最硬、最棘手的问题之一。神经科学这些年在机制层面确实进展惊人，推理、感知、记忆、决策，很多都能被建模为神经元网络之间的计算。电信号像快递一样在轴突上传递，化学信号像密码一样在突触间交接。我们甚至能用算法描述大脑如何表征世界，如何把光点拼成脸，把声音拼成语言，把碎片化的刺激拼成一个可行动的现实地图。可问题就卡在这里，这些模型解释了怎么做，却解释不了为什么会有感觉。为什么同样是信息处理，电脑处理图像不会看到，而你会看见？为什么同样是反应机制，自动门会开合，却不会体验到门口的风？为什么信息不是在黑暗中冷冰冰的流动，而会变成一种像某种东西的主观感受，而不是什么都没有？因为私人体验无法直接拿尺子量，研究者就先绕一圈，从可验证的地方下手，寻找意识的神经关联。也就是当一个人报告我看到了，我听到了，我意识到了的时候，大脑里会出现哪些可靠、可重复的变化。于是就有了双眼竞争、视觉掩蔽这类巧妙实验，让外界输入尽量不变，但让你的感知在看到没看到之间切换。像是舞台的灯光没变，可观众的注意力和入戏感忽明忽暗。科学家就盯着大脑这座剧院的后台，看哪个部门在真正点亮舞台。研究发现很耐人寻味，早期感觉区域有时对你没看见的刺激也会响应，说明大脑确实收到了信号，也在处理。但真正进入意识的感知，往往伴随着更广泛、更持久的活动模式，不只是视觉皮层在动，而是把额叶、顶叶、颞叶等远端皮层区域都牵连起来，形成一种跨网络的协作。简单说，意识不像一盏局部的灯，更像全程电网突然同步供电，信息不再只是局部闪烁，而是被整合、被放大、被维持，并且能被更多系统调用，用于报告，用于决策，用于记忆，用于行动。当刺激被意识到时，大脑活动往往更同步、更整合。这提示我们，意识可能依赖一种能力，同时维持并协调多个区域信息的能力。它的整合至少体现在2件事上：时间安排与通信方式。前馈信号可以在一瞬间登记刺激，像快门按下那一下，但意识的形成往往需要反复处理，感觉区和联想区之间来回循环，就像反复对焦，把模糊的轮廓强化成稳定的对象，让它在主观舞台上站得住。
脑电图与颅内记录也给出类似证据。当受试者真正意识到目标时，会出现较晚阶段的高频活动爆发，并且额叶与顶叶之间的相互作用明显增强。换句话说，意识不像某个孤立神经元的私有财产，更像是一种跨网络、跨区域动态协作的团队状态。很多部门同时在线，彼此对齐，信息才会变成我知道了。围绕这些动态，各家理论解释不同，但都在描述同一幅图景。比如全球神经元工作空间模型认为，当局部感觉表征足够强，就会点燃一个广泛网络，把内容广播到全脑，让信息变得全球可及。于是意识就对应于全脑可调用的信息状态。你不仅看到了，还能说出来，能记住，能拿来推理。远距离信息理论或以整合因果为核心的观点，则强调系统对自身整体的内在因果力量。内部整合越强，意识程度越高；系统越脱节，意识越弱，甚至接近于无。还有一些方案更强调感觉区域的循环处理，或预测处理模型，把感知看成大脑对输入原因的最佳猜测，不断用预测去解释信号，用误差去修正预测。这些框架虽各有分歧，但都同意一件关键事：意识很可能依赖丰富的双向沟通。问题只是，为什么这种沟通会被感觉到？为什么信息流动会点亮主观体验？在这里，科学走到了一个既清晰又尴尬的边界。我们能描述电路，却还说不清灯光为什么会亮成体验。麻醉与睡眠，正好像把这台机器的某些开关拨到关闭，让我们看到这种能力有多容易消失。全身麻醉下，分子层面的变化会抑制兴奋性，破坏长程协调，大脑活动变得刻板，分化程度下降。病人事后往往报告一片空白，仿佛时间被剪掉了一段。深度非快速眼动睡眠也出现类似的整合丧失，而快速眼动睡眠的做梦却能恢复接近清醒时的复杂模式，哪怕外部输入很少，大脑仍能在内部自导自演出一场有画面、有情节的主观世界。因此，研究者提出用大脑反应的复杂程度或不可预测性来衡量意识水平。比如扰动复杂性指数一类指标，当意识丧失时它下降，意识恢复时又上升。这些结果支持一种直觉上很合理的原则：意识既需要分化，有足够丰富的内容与细节，也需要整合，这些细节必须被统一组织起来。就像一支交响乐，既要有不同乐器的层次，也要有同一个指挥把节拍对齐。只有多而不散，合而不死，体验才会鲜活。临床案例更是让人不寒而栗，也让人不得不认真。某些处于微意识或无反应状态的患者，有时会表现出隐藏的意识。在一些震撼的实验中，看似完全无反应的人，在被要求想象打网球或在房子里走动时，竟能以特定模式调节大脑活动。功能成像捕捉到了这些反应，行为消失了，但意识可能仍在。这带来深远的伦理意义。我们不能只靠外在动作判断一个人里面是否有人。也因此，科学界更迫切地寻找客观、非行为的意识标志，让内心生活有可能被谨慎地探测到。意识还有一个令人着迷的特性：统一性。颜色、运动、形状在不同脑区计算，可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单一、连贯的场景，不是3张分开的报表。时间绑定又把难度拉高，大脑会在一个短暂时间窗口里整合信息。
把神经元放电的不连续性平滑成一条连续的体验之流。感知不是一张瞬间快照，而是持续构建、持续更新的过程。像闪光滞后效应这样的错觉提示我们，你以为的现在，其实已经包含了对几分之一秒后事件的推断与补偿。换句话说，意识很像大脑根据多个略微不同步的信号拼出来的一张最佳现实模型。自我意识也是这样被做出来的。通过操纵视觉与触觉的一致性，人会对橡胶手甚至虚拟身体产生强烈的所有权感。同步的触觉与视觉线索会迫使大脑更新内部模型。我在哪里？我的身体边界到哪？而来自心脏、肺、肠道的内感受信号，又像背景低音一样持续强化这种我作为一个统一有机体的感觉。因此，神经科学越来越倾向于把自我视为一种动态维持的预测。大脑不断预测身体在空间与时间中的状态，并用误差修正自己，而不是在某个角落里藏着一个固定不变的小人。可即便如此，解释上的鸿沟仍在。我们可以非常精确地测量神经活动，能画出网络，能写出方程，但机制描述并不会自动告诉你为什么成为这个机制会有某种感觉。有些哲学家认为，一旦所有物理与功能细节都解释完，问题就结束了。意识就是从内部感受某些生理过程，没有额外的谜。另一些人则坚持，主观体验需要新的概念框架，甚至可能需要新的物理原理。两边都提醒我们，要理解意识，既要靠严格测量，也要靠概念清晰，否则我们可能只是把问题换个说法重复了一遍。正是在这种张力里，量子物理学偶尔会被拉进讨论，因为它挑战了我们关于现实的经典假设。在量子领域，系统可以以纠缠的叠加态存在，直到测量把它压成一个确定结果。观察似乎不再只是旁观，而像是事件的一部分。测量改变了我们对系统的描述，也改变了可出现的结果集合。于是，一些研究者，尤其是罗杰·彭罗斯与斯图尔特·哈莫罗夫，提出意识可能与大脑微管中的量子坍缩有关。这就是协调偶尔假说。它大胆、迷人，也极具争议。主流物理学家的怀疑点很直接：大脑是温暖、潮湿、嘈杂的环境，量子太极易退相干，几乎会在极短时间内被环境抹平。如果量子相干活不过神经信号传导所需的时间尺度，它就难以成为意识的核心驱动力。但这种想法之所以没有被彻底丢进垃圾桶，是因为自然界确实出现过看似不可能却发生了的量子生物学现象。比如，某些光合作用复合体被认为能在有限条件下利用量子相干提高能量传递效率。鸟类磁感应导航可能涉及视网膜分子层面的量子效应，甚至嗅觉某些机制也被讨论过与量子隧穿相关。它们并不能证明意识是量子性的，却提醒我们，生命有时能在曾被认为太乱、太热的条件下，保留一点量子精细结构。即使不借助更奇异的物理学，信息论也能在物质与精神之间搭桥。一个有意识的大脑往往维持一种微妙平衡，既不是随机噪声那样散，也不是僵化机器那样死。它的活动结构丰富、可塑，对输入敏感。复杂性与整合性这些可量化指标，某种程度上捕捉了这种平衡。越高，系统越像一个统一而差异化的整体。当意识在睡眠或麻醉中褪去，数值下滑，
当意识回归，数值在齐。相关性不等于答案，但至少给了我们一枚指纹，把主观状态与客观动态谨慎联系起来的办法。进化论推理又提供另一层理解，能整合视觉、记忆、情绪与预测的生物体，更能灵活适应环境。意识可能是一种适应性控制策略，让系统对世界与自我建立足够深的模型，从而在不确定条件下更好地选择行动。它未必解释感觉是什么，但解释了为什么这种架构会出现，因为它有生存优势，有代价，但也有回报。而当人工智能越来越强，这些问题突然不再只是哲学沙龙里的辩题。现代模型表现出注意力、记忆、规划，甚至某种程度的自我纠错，看起来像会思考，但它们没有任何可验证的主观体验迹象，至少我们不知道如何检测。人工智能网络是否可能产生意识，取决于意识到底是功能问题、物理基础问题，还是更深层的本体问题。辩论本身就说明，我们对自己正在体验这件事仍然把握得并不牢。综合来看，现有证据更支持一种谨慎的结论：意识很可能是一种基于大脑组织的生物过程，而不是超自然属性。当信息被广泛整合、反复处理、稳定维护，跨网络协作达到某种阈值时，主观体验就更可能出现。但即便知道它怎么运作，我们仍难回答它为什么会像某种东西。于是科学界始终悬着一个核心问题：主观意识是复杂计算涌现出来的属性，还是宇宙本身的基本方面？这个系列将继续沿着这条悬崖边往前走。现在你只需要先记住一件事：光是拥有意识本身就已经足够奇妙。每一次呼吸，每一个声音，每一个念头，都像在提醒你，宇宙正在通过你体验它自己。等到一天结束，你可以让这些问题暂时淡下去，谜团依然在，但今晚你不必解开它。让呼吸慢下来，让思绪松开，让清醒的意识像潮水一样轻轻退去，融入睡眠的黑暗与宁静之中。第2章：现实之下的量子世界。在你所看到、触摸到，甚至思考的一切之下，藏着一个违背常识的世界。我们日常的直觉是为中等尺度的世界打造的。桌子是硬的，时间是连续的，物体有明确位置，但在更微小的尺度上，现实的底层规则像换了一套语法，看起来不讲道理，却精确的惊人。更关键的是，这些规则不仅存在于实验室里，它们支配着你身体里的每一个原子，你眼前每一束光，也支撑着你能坐在这里读到这些文字。量子力学不只是描述一个看不见的小世界，它还是人类历史上最精确、最成功的物理框架之一。它能以令人啧舌的准确度预测结果，指导半导体、激光、磁共振成像等技术运作。但它也同样让人直觉崩溃。你会发现自己能算对，却很难想明白；能用方程做工程，却很难用常识讲故事。20世纪初，物理学家在研究极小尺度的物质与能量时，撞上了一堵墙。经典物理解释不了一些现象。光本来被当作波，可在某些实验里，它又像一颗能量包，光子。物质本来像是固体粒子，可它也会表现出波动性。普朗克、爱因斯坦、波尔、德布罗意等人一点点逼近一个结论：现实的基本组成并不能被干净利落地分成粒子或波，它更像一枚会变脸的硬币。
你用不同方式去观察，它就用不同方式回应。这种双重性最著名、最直观的舞台，就是双缝实验。想象一束光或一股电子流穿过2条狭缝打到屏幕上，你会看到明暗相间的干涉条纹，这是波的签名。但当你把实验设置成一个一个粒子通过时，每个粒子又像微小子弹一样落在屏幕上，留下离散的小点。更诡异的是，这些点一个个累积起来，最后竟然仍然拼出了干涉条纹，仿佛每个粒子都以某种方式同时走过2条路，并且和自己发生了干涉。而一旦你在狭缝处放探测器，试图回答它到底走了哪条缝这个看似天经地义的问题，干涉条纹就会消失，粒子表现得像选择了一条单一路径。你只是想知道，结果就变了。这里的怪，并不是技巧上的把戏，而是量子理论底层结构的体现。在微观世界里，你问什么问题，决定了现实以什么方式回答。量子框架的核心是波函数，一个数学对象，用来编码系统所有可能状态以及它们的概率权重。在测量之前，粒子没有经典意义上确定的位置或动量，它处在叠加态中，也就是多种可能性并存的组合。当你测量时，波函数呈现出一个确定结果，似乎坍缩到某个状态。问题在于，这种坍缩机制并不包含在薛定谔方程的连续演化里，它像一条额外规则，用来把数学与经验连接起来。于是争论就来了，坍缩到底是真实的物理过程，还是我们更新知识的方式？结果是被创造出来的，还是早就在那里，只是被揭示？尽管概念让人头疼，量子力学却在现实中无处不在。你手机里的每个晶体管、每个激光器、医院里的成像设备，都依赖量子理论对电子与光子的精确描述。原子的能级、化学键的结构、物质的稳定性都靠量子原理撑着。没有量子规则，电子不会乖乖待在特定轨道附近，原子无法稳定，分子难以形成，恒星也不会以我们熟悉的方式发光。换句话说，你今天能存在、能呼吸、能思考，底层都离不开那套看似反直觉的法则。可正因为它太成功，人们才更无法忽视它留下的哲学伤口。测量到底是什么？观察究竟扮演怎样的角色？哥本哈根诠释认为，量子系统在被测量之前不具有确定性质，只能用概率描述。测量把潜在变为现实，微观现实本质上是不确定的。这种观点干脆利落，但也让很多人不安。难道宇宙直到被看见才决定自己是什么？爱因斯坦就是最著名的反对者之一，他不接受基本过程是随机的这件事，留下那句广为流传的话：上帝不会掷骰子决定宇宙的走向。于是他与波多尔斯基、罗森提出1P2悖论，设想2个粒子曾经相互作用，之后分开远离，但由于共同历史而保持深层联系。你测量其中一个粒子的性质，似乎会立刻确定另一个粒子的对应性质，哪怕它远在天边。爱因斯坦把这称为鬼魅般的超距作用，因为它看起来挑战了光速限制，也挑战了局域性这条物理学底线。20世纪60年代，约翰·贝尔提出了可检验的判据：如果世界背后存在某种局域隐藏变量，某些看不见的参数预先决定结果，而且不需要超光速影响，那么实验统计应该满足贝尔不等式。几十年后，以阿兰·
阿斯佩等人的实验为代表。越来越严密的检验显示，量子关联违反贝尔不等式，局域隐藏变量无法重现量子预测。这并不意味着信息能超光速传递，但意味着现实在某种微妙意义上具有非局域性。纠缠系统的整体性不能被拆成彼此独立的局部事实。量子纠缠因此成为现代量子技术的核心资源。两个粒子一旦纠缠，它们的性质就被绑定在一起，无法独立描述。测量其中一个，会立即确定另一个的状态分布，尽管这不构成可控的信息传输。更重要的是，这不是光子专利，人们在原子、超导电路，甚至小型机械系统中也观测到纠缠。量子计算机正是想利用叠加与纠缠，让计算在可能性的空间里并行展开，做出经典计算机难以胜任的任务。可解释问题仍然悬而未决。有人坚持波函数是现实本身，坍缩是物理事件，也有人倾向多世界诠释，所有可能结果都发生，只是发生在不同分支里。测量不是坍缩，而是宇宙分叉，每个分支里都有一个观察者只体验到其中一种结果。这套说法数学上自洽，却在直觉上夸张得像科幻。如果一切都发生了，为什么我们只经历一个分支？我的连续性又如何理解？退相干理论提供了另一条更工程化的解释，它说明为什么量子怪异在宏观尺度上看起来消失。当量子系统与环境相互作用，叠加态会与无数自由度纠缠，导致不同结果之间的相干项迅速被压低，干涉在实践上变得不可见，系统就表现得像经典系统一样。退相干能解释为什么大物体看起来遵循经典定律，但它并不直接解释为什么你只看到一个结果。它像是把桥架到一半，连通了微观与宏观，却把单一经验的秘密仍然留在物理。值得注意的是，量子理论并不等同于随意的混乱。薛定谔方程描述波函数的演化是确定性的，像一条精密的轨道。随机性主要在测量把可能性变成现实结果时出现。于是量子力学呈现一种奇特二元性，概率分布的演变可预测，但单次结果不可确定。它挑战了世界沿单一轨迹连续前进的传统观念，也迫使我们承认，在底层，现实更像是一套关于可能性如何展开的规则，而不是一本写死的剧本。在日常尺度上，量子效应彼此平均，相互抵消，所以世界显得稳定、确定。但在物理学边界，在原子内部，在时空结构深处，甚至在复杂信息系统里，量子影响就无法回避。隧穿现象让电子能穿过经典物理不允许的室垒，材料颜色、金属导电、半导体工作都依赖能级量子化，甚至生物系统也出现量子行为迹象。某些光合作用过程可能利用相干提高效率，鸟类导航可能涉及量子层面的化学反应路径。这些并不等于意识是量子，但说明自然并不总是被噪声击败，有时它能在复杂环境里驯服一点量子细腻性。当然，区分已知与推测非常重要。大脑环境嘈杂、温暖、湿润，很多计算表明量子态退相干太快，难以直接影响神经信号传导。可反过来，研究生物如何实现量子鲁棒性，也许会启发我们理解复杂开放系统如何管理信息，如何在混乱中维持秩序。就像在风暴中保持火焰，不一定要否认风暴，而是要学会搭建挡风的结构。
量子力学还彻底重塑了我们对信息的理解。在量子观点里，信息不是纯抽象的记录，而是一种物理属性，不能在不被扰动的情况下被随意复制或读取。由此诞生了量子信息理论，催生量子密码学、量子隐形传态等概念，把视野推到宇宙尺度。它又引出黑洞信息悖论：信息究竟如何被保存？会不会丢失？宇宙整体是否记得自己的过去？最小尺度的量子规则竟然和最大尺度的宇宙命运纠缠在一起，令人震撼。从哲学角度看，量子理论逼我们重新思考观察现实的意义。观察者不再只是旁观者，仿佛也参与了结果的形成。但在物理学里，观测并不必然等于有意识的看见，它可以是任何携带信息的相互作用，光子散射、探测器记录、环境纠缠。尽管如此，这种参与的隐喻仍会强烈触动人心，因为它提醒我们，我们体验到的现实并非独立于互动之外，每一次感知，每一次测量，都是系统与观察者、世界与心灵的一次相遇。因此，量子理论既是科学框架，也是思想的挑战书。它告诉我们，宇宙不是由坚硬不变的实体堆起来的，而更像由概率、关系、变化织成的网络。确定性也许不是自然的内在属性，而是规模放大后涌现出来的表象。宏观世界的稳定，脚下的土地，记忆的连续，时间的顺流，来自无数量子相互作用的平均化，最终形成可预测性。平静表面之下，现实依旧在微观层面翻涌、分叉、纠缠，并且以我们难以想象的方式彼此关联。当你窥探这个看不见的领域，你也会直面知识的边界。不确定性原理告诉我们，我们不可能同时以任意精度知道粒子的位置和动量。这不是仪器不够好，而是现实本身的限制。某些属性并非一次性全部确定，宇宙只允许某些知识组合共存，从而在可知与必然不确定之间维持一种平衡。更反直觉的是，这种不确定性不是缺陷，反而是结构与稳定得以存在的条件。没有量子涨落，原子难以形成；没有微妙平衡，宇宙可能不是我们熟悉的样子。日常生活里，我们很容易忘记，从阳光的温暖到思维的节奏，都依赖这些看不见的原则。你身体里的每一个原子都遵循概率，你房间里的每一个光子都是量子场中的一次涟漪。世界的坚固、物质的持久、时间的连续，很可能都是无数微观波动叠加后呈现出的涌现稳定。在理解的边缘，量子物理要求我们谦逊，规律很明确，但意义远不止方程式。我们生活在一个粒子可以同时处于多种可能状态的宇宙里，一个距离可以在纠缠关系中变得不那么重要的宇宙里，一个互动可以把潜能推成现实的宇宙里。也许正因为如此，量子理论总让人既不安又着迷。它描绘的不是彻底的决定论，也不是彻底的混乱，而是一个在秩序与不确定性之间保持张力的世界。概率在演化，稳定在涌现，生命与意识才有可能在其间扎根。当你把思绪放到这层无形基础上，不妨想象，你周围的一切，你的呼吸、空气、远处的星光，都像是同一个巨大潜能场的不同波纹。你的意识在观察它、思考它，或许也是这张网的另一种表达。观察者与被观察者的界限，在这一刻变得不那么锋利。
你可以让这个念头像星光下的尘埃一样慢慢散开，谜团依然存在，但今晚你至少知道，在所有确定性之下藏着运动，在所有物质之下藏着可能性，而在你的意识之下，也许正藏着维系宇宙的那套同样深邃的量子结构。第3章：经典大脑与量子大脑。一个多世纪以来，神经科学大体上把人脑当作一台极其复杂，但本质上仍然是经典的机器来研究。它是一个电化学网络，像一座巨大的城市电网和通讯网，信号沿着明确的线路传递，从一个神经元到另一个神经元，依赖可预测、可测量的相互作用来完成运算。在这种经典观点里，意识并不需要量子粒子的怪脾气来解释，意识更像是复杂度堆到某个临界点后，经典计算自然涌现出来的奇迹。当网络足够庞大、足够互联、足够能把信息整合并广播，主观体验就像灯光一样被点亮。但量子大脑假说会反问一句：这套解释会不会还不够？会不会我们以为自己已经看清了机器的齿轮，却忽略了齿轮材料本身的微观规则？因为大脑归根到底是由原子和分子构成的，而原子和分子的底层语言就是量子力学。于是，争论就从意识是不是复杂计算的结果，延伸到更尖锐的问题：量子效应会不会不仅参与了大脑运作，还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甚至生成了意识本身？在真正把心灵和量子世界绑在一起之前，你必须先理解这两派之间的张力，一边强调生物机制的可靠可测，一边强调物质底层的量子属性可能带来新的解释层级。它们看似对立，其实更像从不同高度拍同一座山。你站在山脚看树叶，和你坐直升机看山脉，看到的都是真的，但重点完全不同。经典大脑的图景从神经元开始，神经元是神经系统的基本单位，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会接收整合发射的微型处理器。树突像天线一样接收电脉冲，细胞体像中央处理器一样整合信号，轴突像高速电缆一样传递动作电位，而突触则像一个个精密的化学闸门，把电信号翻译成化学信号，再把化学信号翻译回电信号。在突触处，神经递质被释放出来，像钥匙一样插进受体分子这把锁里，可能兴奋下一个神经元，也可能抑制它。最终，你得到的是一个规模惊人的网络，约近1000亿个神经元，形成数万亿级别的连接。更重要的是，这张网不是死的，它会学习，会改变，会被经验重塑。你学会一门技能，记住一个人，改变一个习惯，本质上都在改变这张网的连接权重和通信模式。现代神经科学因此把大脑看成一个动态系统，它不是静态结构，而是一系列不断变化的活动模式。每一个想法，每一种情绪，每一次抉择，都对应某种放电的协调图案。就像整座城市在不同时间段会呈现不同的交通流量和能量分布。你可以用脑电图、脑磁图、功能磁共振等工具去测量这些模式，它们会显示大规模震荡，显示远距离脑区之间的通信，也会呈现同步与去同步的节律变化。这些节律不是随机乱跳，而是大脑在组织协调，让信息能更高效地交换，让不同区域在合适的时机对上节拍。从这个角度看，意识就是一种涌现。当系统能够整合信息、维持信息，
并把信息在结构中广泛传播时，主观体验就更容易出现。这也和全球神经元工作空间、整合信息等理论的直觉高度一致。在经典模型里，所有关键过程都服从化学和电学的规律。离子流经膜通道，突出小泡释放地质，受体分子按热力学与动力学规则响应，的确存在随机性，但那更像噪声意义上的随机。温度扰动、分子碰撞、统计涨落，它不是量子叠加或纠缠那种多种可能同时存在的随机。系统可以非线性，可以混沌，可以难以预测，但它仍然遵循我们已知的生物物理定律。于是，在这个框架里，意识不是一种基本力，也不是一种特殊量子态，它是复杂相互作用的产物，是网络把信息编织成统一体验的结果。量子大脑假说的支持者则认为，这种说法可能低估了大脑的精妙。理由表面上很简单，却很难反驳。大脑由物质构成，而物质从根上就是量子性的。既然量子规则支配电子、原子、分子，那么认知的某些方面，尤其是意识这种第一人称的存在感，会不会正好卡在经典描述的盲区里？问题不在于量子物理是否适用于大脑，而在于它必然适用于大脑。真正的关键是，量子效应是否在信息处理过程中扮演了功能性角色，而不只是背景噪声。把这种想法推到理论结构最完整也最具争议的一步，就是彭罗斯与哈莫罗夫提出的协调客观还原理论 （Orchestrated Objective Reduction, Orchestra-OR）。他们把舞台设在微管神经元内部的微小圆柱结构，属于细胞骨架系统，负责维持细胞形状并参与分子运输。哈莫罗夫认为，微管的几何秩序和微观动态可能允许某种量子相干态短暂存在。彭罗斯则进一步提出，当叠加态达到某个与引力时空几何相关的阈值，会发生客观还原，也就是不依赖观察者的自发坍缩。在他们的叙事里，微管像一支微观交响乐团，量子态在其中合奏，在某个时刻以协调方式坍缩，每一次坍缩都对应一个离散的意识时刻，连续的坍缩序列就形成我们体验到的意识流。听起来既大胆又优雅，意识不再只是神经网络的副产品，而与时空的底层结构产生直接耦合。但优雅不等于成立。Orchestra-OR 面临的最大难题是退相干。大脑处在37摄氏度左右的温暖环境里，充满热噪声、离子运动和分子碰撞。量子相干在这种条件下通常极其脆弱，往往只持续极短时间。物理学家马克思·泰格马克在上世纪90年代的估算指出，神经微结构中的退相干速度可能快得惊人，远远短于神经元放电所需的毫秒尺度。简单说就是，量子还没来得及影响任何神经信号，就已经被环境冲散了。批评者进一步追问，就算微管里短暂出现量子态，也缺少证据说明它能被放大到影响神经元放电、影响大脑大片区域协调的层级。没有跨尺度的放大机制，微观量子事件就很难变成宏观意识事件。对此，哈莫罗夫及其同事提出反驳路线：某些生物结构或许能通过屏蔽、集体振动模式、有序水层等方式延长相干时间。他们也会引用量子生物学的案例，例如光合作用体系中被讨论的相干效应、鸟类磁感应中可能存在的量子敏感性来说明。
自然界确实可能在生理温度下用上一点量子技巧。这些例子至少告诉我们，量子效应并非一定只能在极低温、极洁净环境中生存。但关键仍然没变，大脑里是否存在类似机制，目前仍未被可靠证实。神经元和光合作用复合体并不相同，神经元体积更大，活动更强，环境更嘈杂，主要任务是传输电信号，而不是维持微妙的量子关联。把一个领域的例子直接搬到另一个领域，往往需要非常谨慎。因此，经典大脑与量子大脑的争论并不只是技术细节之争，它反映的是更深层的解释哲学。经典路线篇还原论，从已知的低级相互作用出发，逐层搭建到高阶现象，认为意识终将被解释为复杂网络的涌现。量子路线则更倾向把意识与现实底层结构联系起来，甚至把意识的难题放到时空与引力的层面去解决。要评估量子效应是否与意识相关，一个更尖锐的问题是，大脑是否执行了仅靠经典计算难以解释的操作？量子计算确实能在某些任务上实现指数级加速，靠的是叠加与纠缠带来的并行干涉。如果大脑在关键环节像量子计算机那样工作，也许会表现出某种经典系统难以复制的计算优势。但目前并没有证据表明人类认知超越了经典系统的计算极限。大脑很强，效率惊人，但原则上，一个足够大规模、足够并行的经典系统仍可能复制这些能力。换句话说，需要量子解释的经验压力并不强。于是就出现一种折中思路，就算大脑不是量子计算机，量子事件也可能在微观层面给经典过程注入细小变异。例如离子通道开启的微观随机性，神经递质释放的概率事件，可能包含量子层面的不确定性，而大脑又是非线性系统。这些微小差异可能被放大，表现为思维中的随机性、灵感的跳跃，甚至某种创造性的不确定。但这种影响更像统计噪声的来源，而不是结构化量子信息处理。它增加的是波动，而不是量子算法。从神经科学的实证角度，支持经典模型的证据仍然压倒性。动作电位传播、突触传递、网络震荡，都能用生物物理模型解释并做出可检验预测。药理学和麻醉学更是每天在操纵这些过程，通过改变受体活性、离子通道电导、神经递质平衡，就能显著改变意识状态。目前还没有被证实的干预手段是通过调控量子态来改变意识。临床与实验的主战场仍是经典分子相互作用。不过，量子物理也许仍有一种重要的概念价值，它提醒我们，物质不是静止砖块，而是动态的、概率性的。大脑作为物质的一种高度组织形态，也继承了这种底层不确定性。即便在宏观尺度上这些波动被平均化，它们仍可能在进化与个体差异中贡献丰富性与变异性。它让我们更容易接受一个事实：大脑不是一台僵化机器，而是一张概率网络。你永远无法完美预测每一个念头的下一步走向。讨论往往会从生物学滑向哲学。有人认为经典脑模型在成功，也难解释体验的感觉性。为什么第三人称的描述加到极致，仍不能变成第一人称的我正在感受？于是，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被一些人视为潜在桥梁。也许意识与物理过程之间缺的正是一种非经典的连接方式。这个想法仍属推测，但它反映了一种直觉。
意识可能与构成现实的底层结构交织在一起，而不仅是表层机制的副产品。然而，科学的谨慎要求克制。量子力学的力量在于预测可测结果，而不是当作神秘隐喻来填补空白。在缺乏证据表明量子相干或纠缠在神经计算中扮演功能角色之前，经典模型仍然是神经科学的基础。它对感知、记忆、学习乃至意识障碍的解释成就，说明在很大范围内，我们不需要动用量子现象，也能理解大量精神生活的运作。但量子大脑这个概念仍带着一种诗意的回响，它提醒我们，物质与精神的边界并非绝对。构成每个神经元的原子本就是量子系统，它们通过无数相互作用与环境纠缠在一起。无论意识是否依赖某种特殊量子态，它都无可否认地源于量子世界，因为万物皆由量子规则塑形。因此，经典大脑并非与量子世界分离，它是宏观尺度上的显影。退相干让我们在人的尺度上看到经典行为，但在更小尺度上，每一个离子流，每一个突触小泡，每一个受体分子，仍遵循量子定律。经典大脑可以被理解为量子概率稳定成可观察模式后的系统。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场辩论与其说是关于对立，不如说是关于视角。真正意义深远的地方在于，无论意识机制最终落在经典复杂性还是量子结构上，它都让宇宙获得了一种反思自身的方式。组成你大脑的粒子曾是远古恒星的一部分，遵循同样的方程。如今，它们以极其复杂的生物形态排列，开始思考这些方程本身。此刻，你的意识就是宇宙审视自身的一种方式，无论它是一串电活动的节律，还是概率波动的残影，它们都来自同一种宇宙物质。经典大脑和量子大脑不是两段互不相干的故事，而是同一条连续叙事的两个版本，一个更像意识如何运作，另一个更像意识由什么构成。当你把这个想法沉淀下来，你会更容易感受到感知的静谧奇迹。在神经元的放电或粒子的颤动中，宇宙找到了感知自身存在的方式。重要的也许不是最终答案落在哪里，而是意识的存在本身。它脆弱、短暂，却又足以在一瞬间把整个宇宙装进你的思想里。第4章，彭罗斯哈莫罗夫假说。在所有关于意识的大胆猜想里，意识可能源于大脑内部的量子过程几乎是最抓人也最惹争议的一种。它像一条把生物学、量子力学甚至引力与时空几何硬生生捆在一起的绳索。你一听就觉得离谱，但又忍不住想问一句：万一呢？在众多把物理与心灵连接起来的尝试中，彭罗斯哈莫罗夫假说 Orchestra or 中文协调客观还原之所以突出，不是因为它被证实了，而是因为它结构完整，野心极大。它不满足于解释大脑如何处理信息，它想解释意识为什么会出现，甚至把答案往宇宙的底层结构里推。故事先从彭罗斯说起。这位英国数学家与物理学家以广义相对论、黑洞等领域的工作闻名，并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他对意识的兴趣并不是从神经元出发，而是从逻辑与数学出发。人类思维到底是不是算法？我们的理解、洞察、证明，能不能被纯粹的计算机器完整复制？在《皇帝的新脑》等著作中，彭罗斯把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带进这场讨论。定理告诉我们，在任何足够强的形式系统里，
总会存在一些真命题，无法在该系统内部被证明。彭罗斯据此提出一个直觉性论证：人类数学家似乎能看见某些命题的正确性。这种把握不完全像机械推导，更像一种超越固定规则的洞察。于是他推断，人类思维可能包含非算法成分，单靠经典计算无法穷尽。如果心灵不只是计算，那么它可能依赖某种超越标准计算的物理过程。彭罗斯把目光投向量子力学，但他不是简单说量子随机所以能产生意识，他要的是一种更根本的物理机制。于是提出客观还原，量子波函数的坍缩不一定需要观察者或测量装置触发，它也可能是宇宙自身的机制。当叠加态达到某个与引力、时空曲率相关的阈值时，它会自发发生。在这种设想里，坍缩不是心理事件，而是物理事件。不是你看了所以坍缩，而是宇宙在某些条件下会自己选定一个现实。彭罗斯进一步提出，每一次这样的客观还原，都像现实从潜在跳到实际的一个离散瞬间。然后他做了一个令人目瞪口呆的推测：这些离散瞬间可能对应意识体验的基本时刻。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意识不只是大脑的产物，而是与宇宙结构同根同源。但彭罗斯是理论物理学家，不是神经科学家。即便你接受客观还原这个点子，问题也立刻变得具体而残酷。这种量子过程在大脑里发生在哪里？它怎么影响神经活动？它如何从微观事件变成宏观体验？这正是哈莫罗夫登场的地方。他是麻醉学家，长期关注意识如何被麻醉药关掉，也关注意识的细胞基础。他提出一个候选舞台：微管。微管是细胞骨架的一部分，像细胞内部的脚手架和运输轨道，维持形状，组织运输。在神经元里，微管极其丰富，由微管蛋白组成的结构具有一定几何秩序。哈莫罗夫认为，这类有序结构也许能在比突触网络更小的尺度上承载信息处理，甚至为量子相干提供短暂栖息地。于是，彭罗斯与哈莫罗夫把两条线合并，形成 orchestra or， 在微管内形成量子相干态。这些相干态在某个时间尺度上被协调 orchestrated 成有组织模式，然后按彭罗斯的引力阈值发生客观还原。每一次还原是一帧意识瞬间，一连串还原就像电影胶片，拼接成连续的意识流。在这幅画里，大脑不再只是经典的信息处理机，而是一种嵌入时空的量子系统。它不仅计算，它还参与现实的定型。意识也不再是神经计算的副产品，而像是现实本身的内在特征，通过大脑这种特殊结构表达出来。你可以说它大胆到近乎疯狂，但也正因为如此，它对想象力有强烈吸引力。然而，科学挑战同样巨大，其中最致命的依旧是退相干。大脑环境温暖、潮湿，噪声大，离子在流动，分子在碰撞，电活动在起伏。量子态在这种环境里很容易被环境读出，相干迅速丢失。泰格马克等人的估算指出，微观叠加态可能在远短于神经过程的时间尺度内就瓦解，也就是说，它来不及影响毫秒级的神经放电，就已归于经典统计。面对这一炮火，哈莫罗夫与彭罗斯提出防守策略：微管可能具有某种屏蔽机制，或者微管内部的有序水层提供更稳定的微环境。
微管蛋白内部也许存在集体振动模式，能够同步不同区域的状态。它们同样会引用量子生物学的研究作为自然界能做到的旁证。既然光合作用、鸟类磁感应在生理温度下都可能出现量子效应，那么大脑不应被先验排除。但旁证终归不是证据。批评者强调，就算别的生物系统能保留某种量子敏感性，也不代表神经元就能维持对意识有功能意义的相干或纠缠。更何况 Orchestra OR 需要的不是有一点量子效应，而是可组织、可放大、可稳定影响神经计算的量子过程。这是非常苛刻的条件，实验检验也异常困难，因为理论设定的事件尺度太小，远超当前成像分辨率。确实有人做过一些间接探索，寻找微管的特定震荡模式，研究麻醉药是否可能影响微管结构或相关动态，甚至尝试在生物组织里寻找相干迹象。但到目前为止，结果仍然初步，分歧大，可重复性不足，尚未形成公认的关键证据。尽管如此， Orchestra OR 并非毫无价值，它在很少交叉的学科之间制造了真正的碰撞。它逼神经科学家更仔细地看神经元的亚细胞结构，逼物理学家认真讨论坍缩到底是什么，也推动人们更严格地估算退相干，发展更敏感的实验策略。即使它最终被证明不对，它也可能通过迫使我们把问题说清楚而推动进步。科学史上，这类大胆猜想并不少见。主流物理学家与神经科学家的态度通常更保守，在没有经验必要性之前，引入量子机制可能让问题更模糊，因为经典神经机制已经能解释大量认知现象，感知、记忆、学习、注意力、意识障碍，许多都能用网络动力学与生物物理模型很好的描述。麻醉药改变意识，也能用经典分子相互作用解释得相当清楚。于是很多研究者认为，把量子引进来，至少目前看不是必须的。但 Orchestra OR 能一直被反复讨论，正因为它直面了许多理论绕开的核心。为什么会有主观体验？经典神经科学可以把相关性说得很漂亮，却仍难把机制变成感觉。Orchestra OR 的策略是把感觉的出现锚定在现实本身的基本事件上。如果坍缩是宇宙的基本组成，如果大脑能编排这些事件，那意识就不再是偶然副产品，而与空间、时间、能量一样具有某种内在性。这条思路也与某些哲学立场有相似之处，比如泛心论所提出的意识或其原始形式可能弥漫于物质。只不过彭罗斯与哈莫罗夫试图用物理语言把它讲得更具体。Orchestra OR 的引力成分还把意识与宇宙学拉到同一张地图上。如果时空几何限制叠加态，如果客观还原在极端条件下也会发生，那么意识理论就会与黑洞、早期宇宙之类的问题发生遥远共鸣。听上去宏大的像史诗，但也正因宏大，它需要更严格的证据门槛。把争论稍稍放远一点，你会看到一个更普遍的事实：科学进步不仅来自已证实的结论，也来自大胆的猜想。哪怕 Orchestra OR 最终被推翻，它仍可能迫使研究者改进理论边界，提升实验方法，澄清经典解释能到哪里，不能到哪里。而一些现代研究也确实在别的方向探索量子如何在复杂分子系统中产生影响，或时空结构是否对叠加态施加限制。这些进展未来或许会为评估此类观点提供更坚实的背景。无论大脑是否真的包含精心设计的量子还原，有一点几乎无可争议，
意识依赖一种微妙平衡，秩序与混乱，整合与分化，稳定与灵活之间的张力。大脑必须足够稳定，才能维持自我与记忆，又必须足够不确定，才能适应变化，产生新想法。从比喻意义上讲，即便计算是经典的，这种概率性的活力也让人想到量子世界的气质。它不是死板齿轮，而更像不断更新的可能性网络。对人类想象力来说， Orchestra 的魅力很大一部分来自它的诗意。它暗示每一个清醒的瞬间都是宇宙底层结构的一次轻微定型，是潜在现实转为实际现实的一次落子。觉知不只是看见，而像是参与了时空的展开。现实通过大脑这种复杂结构获得了片刻的自我映照。但科学的谦逊也必须提醒我们，美不等于真。理论最终要靠可检验预测站住脚，而不是靠故事动人。直到有监视证据证明微管中存在对认知有功能意义的相干或纠缠，直到能把这些微观效应明确地连接到可测的神经行为。彭罗斯·哈莫罗夫假说仍应被视为大胆而未证实的推测。即便如此，它仍保留了一个重要的可能性：意识或许不只属于生物学，也可能与自然界最深层的规律产生共鸣。当你让这些想法在心里沉一沉，你会感到一种奇特的延续感。无论意识最终源于微管的震动，还是源于亿万神经元的经典舞蹈，它都在讲同一个谜团：宇宙已经找到了一种方式，透过你短暂的觉醒，意识到我在这里。第5章：量子生物学，生命隐藏的连贯性。当物理学家最初建立量子力学时，他们心里想的并不是生命，更不是意识。他们要解决的是更基础、更冷冰冰的问题：电子为什么会跳能级？原子为什么稳定？光为什么有时像波，有时像粒子？那是实验室里极小尺度的世界，干净、可控、可重复。相比之下，生物体在很长时间里被默认成量子世界的天敌，太温暖，太复杂，太嘈杂。细胞里到处是水分子乱撞，离子乱跑，蛋白质不停折叠振动。在这种闹哄哄的环境里，量子现象那种微妙的相干叠加，按传统直觉应该早就被噪声搅碎了。所以几十年来，科学界普遍相信，生命基本上完全在经典物理学的范畴内运作。量子行为在上升到生物化学这种混乱尺度之前，就已经被平均化，被退相干抹平了。你可以说得更直白一点，量子现象属于冷、静、孤立的世界，而生命属于热、动、开放的世界。两者井水不犯河水。但过去20年，这种分隔越来越站不住脚。越来越多证据开始挑战这条老规矩。有些生物过程不仅能容忍量子效应，甚至像是学会了利用它，把量子世界的精细技巧变成生存优势。于是，一个新兴领域冒出来——量子生物学。它研究的不是生命是否遵守量子定律，这当然是必然的，因为万物皆如此。而是更尖锐的那句：生命有没有在功能层面用上量子效应？有没有把相干、纠缠、遂穿这些看似脆弱的现象整合进自己的生物机制里？这之所以令人震惊，是因为量子现象真的很娇气。量子系统一旦和环境发生相互作用，相干性，那种能同时存在于多种状态并产生干涉的特性，就会迅速消失。按传统估算，在体温下的细胞内部，
退相干可能快得像眨眼都来不及，不到1/1000秒级别就崩塌。可偏偏实验不断暗示，某些生物过程能把量子关联维持得足够久，久到足以产生可测的功能性后果。它不需要维持很久，它只需要维持到能帮我把事办成就行。这恰恰像进化会做的事情，不追求完美，只追求够用。最经典也最震撼的例子来自光合作用。植物、藻类、某些细菌靠它捕获阳光，把光能转成化学能，这几乎是地球生命能量链的底座。光合作用装置里有一套天线复合物，负责吸收光子，产生激发能，接着这股能量必须尽可能高效地传递到反应中心，才能驱动真正的化学转化。几十年来，人们用经典模型讲这个过程，激发能像球一样在分子网络里随机跳跃，碰碰撞撞，最终运气好的到达反应中心。这个模型也能算出大致效率，但总让人觉得效率高的有点过分了，好像系统总能找到一条很聪明的路。21世纪初，超快光谱学把时间切得极细，终于看到了更深一层的细节。当光与这些复合物相互作用时，电子激发态出现了与量子相干一致的震荡信号。用更口语的话说，能量不只是瞎跳，它更像在一瞬间同时是走多条路线，像是先把所有可能通往反应中心的路径都摸一遍，然后再沿着最有效的那条迅速汇聚过去。这些实验最初在光合细菌上完成，后来也在一些被反复讨论的体系里观察到类似现象，比如常被提到的 FMO 复合物。结果显示，相干性可以持续数百飞秒。别被飞秒这个单位骗了，它当然极短，但在分子尺度的能量转移里，这已经足够长，长到能改变效率，长到能让能量像波一样发生相长干涉与相消干涉，快的路径被放大，慢的路径被压制，最后几乎像被导航系统引导一样，把能量精确送达反应中心。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群人同时是跑不同通道，跑得顺的那条路越跑越顺，跑得慢的那条路越跑越被抵消，最终整个系统自然收敛到最优路线。如果这类结论成立，那么意义非常大。光合作用这种维持地球生命最基础的过程之一，可能在微观层面借助了量子优化，不是魔法，而是进化在极端效率压力下，学会把量子世界那一点点连贯性当作工具。第二个常被提起同样迷人的案例是候鸟的导航。很多候鸟能感知地球磁场，用它在跨大陆、跨海洋的迁徙中保持方向。这个现象让人困惑了很久，因为地球磁场非常微弱，按经典直觉，它既不够强到推动分子机械排列，也很难直接影响神经元放电。那鸟到底怎么看见磁场？目前最主流也最量子位的解释是自由基对机制，常被概括为量子纠缠的化学罗盘。假设鸟类视网膜里有一种感光蛋白隐花色素，它吸收蓝光后会形成一对自由基，带有未成对电子的分子。关键在于这两个电子的自旋状态在量子力学上可以相关联，甚至表现出纠缠或相干关联。地球磁场虽然弱，但可以微妙地影响自旋演化，从而改变自由基对的反应路径与重组概率。结果是什么？视网膜里就可能出现一种随头部朝向变化的化学信号差异。
让鸟感到磁场方向，像在视觉背景上叠加了一层看不见的指南针纹理。支持这一模型的证据来自多个方向，确实在候鸟眼睛里发现隐花色素。当相关分子失活时，光依赖性的磁感应能力会消失。体外研究还表明，自由基对的自旋相干可以持续到微秒级，这在量子尺度上算得上很长。这些线索合起来至少说明一件事：量子效应并不只属于物理实验室，它可以穿过细胞膜，走进活体动物的生理过程，甚至与感觉系统挂钩。量子现象还可能潜伏在更基础的生命化学里，酶催化。酶把反应速度提高到惊人的程度，常常是100万倍量级。传统解释说，酶通过稳定过渡态，精确定位反应物，降低活化能，像一台超精密的化学家具。可越来越多研究显示，在某些酶反应里，量子隧穿可能不可忽视。隧穿意味着质子或电子不必翻过能垒，而是像波一样穿过去。这在经典图景里是不允许的，但在量子图景里却是自然现象。例如，在一些氢转移相关的酶体系中，如果不引入隧穿效应，就很难解释温度依赖性与同位素效应。把氢换成更重的氘，反应速率变化会大得离谱，这往往正是隧穿对质量敏感的典型信号。换句话说，生命可能经常借助隧穿，把原本在生物温度下跑不动的反应推过去，使代谢得以顺畅进行。甚至连嗅觉这种看似主观的感官，也有人尝试用量子原理解释。传统嗅觉理论强调形状匹配，气味分子像钥匙插进受体这把锁。然而这个模型解释不了一些奇怪事实，形状很像的分子气味可能完全不同，而某些同位素替换，把氢换成氘，有时会改变气味感受，尽管分子形状几乎没变。于是出现一种更量子的假说，嗅觉受体可能通过非弹性电子隧穿检测分子振动，只有当能量差与分子振动频率匹配时，电子才更容易穿过受体，从而读出分子振动谱。这个观点仍有争议，证据也不完全一致，但它至少提示，生物系统可能对量子层面的细节异常敏感，甚至把它当作识别信号的一部分。把光合作用、磁感应、隧穿效应、嗅觉这些案例放在一起，你会看到一个共同主题：进化不仅没有回避量子效应，反而在某些地方把它整合进了功能设计里。相干、纠缠、隧穿提供了经典过程难以达到的效率、灵敏度与适应性，它们像是被生命借用的加速器和放大器，让系统在噪声环境中仍能做出惊人的优化。这直接挑战了一个长期假设：量子世界与宏观生命世界之间有一道绝对边界。过去我们以为这条边界像铁幕，量子只在接近绝对零度及其孤立的系统里出现，生命完全属于经典世界。量子生物学却告诉我们，边界是可以协商的，只要结构与动力学条件合适。相干性不仅不会立刻被噪声摧毁，反而可能在噪声中存活，甚至被噪声帮忙。这就是噪声辅助运输等概念的迷人之处。环境噪声不再只是障碍，而可能成为效率的一部分。在光合作用里，色素与周围振动、声子之间的耦合，可能帮助系统避免陷入局部能量陷阱，反而让能量更顺畅地向反应中心汇聚。你可以把它理解为，环境不是单纯的敌人，有时它想轻轻推你一把，让系统更容易找到出口。
量子效应并非必须靠彻底隔离才能存在，生命可能更擅长的是可控开放，既不让信息完全保存到脆弱崩溃，也不让信息立刻丢失，而是在相干与退相干之间保持一种可用的平衡。理解这种平衡，是量子生物学的前沿之一。有科学家提出，某些生物系统可能在量子临界点附近工作，介于有序与无序之间的状态。在这种状态里，波动增强了敏感性，系统更容易利用微弱信号做出明显反应。这听起来像哲学，但它可以转化为可测的动力学特征，耦合强度、相干时间、能量传递效率、磁场灵敏度等，都可能留下印记。当然，量子生物学也不只是技术层面的惊奇，它会顺手抛出一连串哲学问题。如果生命功能依赖量子效应，那么无生命物质与生命之间的界限可能没有想象中那么清晰。因为从分子层面看，生命就是量子物质在特定条件下组织起来的行为。真正神秘的不是量子力学出现在生物学里，而是生命似乎进化出了有目的地利用量子力学的方式，仿佛自然选择在漫长岁月中摸索出一套量子策略，而人类直到近代才在实验室里重新发现并尝试工程化复刻。这类思路也自然延伸到医学与神经科学。如果量子相干能影响能量传递，如果隧穿能影响酶反应，那么人体细胞的通讯、能量调节、代谢平衡，是否也潜伏着类似微妙机制？有人甚至推测，微管可能存在受量子影响的集体振动模式，这与彭罗斯哈莫罗夫模型提到的结构呼应。但需要强调，目前没有可靠证据表明这些效应直接促成意识，它们更可能先出现在细胞生理层面。至于能不能跨尺度影响神经计算，仍是悬而未决的大问号。另一个更硬核的前沿方向是量子遗传学，研究量子隧穿如何影响 DNA。 比如碱基之间的质子隧穿可能导致罕见的互变异构转变，从而引发自发突变。这些事件极小极罕见，但在足够长的时间尺度上，可能影响遗传变异的缔造，间接参与进化轨迹。于是，量子过程可能以一种极细微但长期累积的方式，把随机性与创造性写进生命的底层机制里。话说回来，量子生物学仍然是一门年轻而谨慎的学科，因为生物系统太复杂，你很容易把经典噪声误读为量子相干，或者把统计相关误读为纠缠证据。真正困难的地方在于，如何把真正的量子效应与看起来像量子的经典效应分开。严格的实验设计、重复验证、对照体系、独立测量，是这门学科必须坚持的底线。很多早期说法也在不断被修正、被细化。但即便采用最保守的解释，量子力学在生物学中发挥作用的范围，也已经比过去想象的更普遍。更有意思的是，物理学家与生物学家之间的对话已经开始反向启发技术，对相干与能量转移的理解，正在推动更高效的太阳能电池与仿生材料、自由基对化学的研究，为量子传感与磁场测量提供思路。生命像是给人类展示了一套在噪声世界里使用量子资源的工程样板，而我们才刚刚学会读懂这份说明书。从更宏观的视角看，量子生物学揭示了一个更统一的宇宙图景。物理学与生命之间的界限，可能只是我们为了方便理解而画出的分界线。支配亚原子粒子的原则，同样支配新陈代谢、感知。
甚至跨洋迁徙。生命并不是量子定律的例外，而可能是量子定律最复杂、最精巧的表现形式之一，一种在混乱世界中自组织出连贯性的结构。当你再退后一步，会浮现一种更深的领悟，形成恒星和星系的量子掌络，也在某个层面上支撑着光合作用的能量汇聚，支撑着酶反应的高速推进，甚至支撑着神经冲动的微观物理基础。无生命物质与生命意识之间的界限，像冰面上的裂缝一样开始融化，变成一个连续体。你并不与量子世界分离，你就是它的延续，是它在复杂尺度上的一种连贯模式。当你平静地吸一口气，你吸入的每一个氧分子都沿着量子概率允许的路径来到你体内。当一束光落在你的视网膜上，那些光子携带的相位、频率与统计规律，来自遥远恒星的物理历史。赋予你生命活力的，不是对物理定律的反抗，而是它最精妙的成就，在不确定性中维持秩序的交响曲。你可以让这个念头慢慢沉淀。表面上，生命是喧嚣的，分子碰撞、代谢奔流，细胞不停分裂与修复。但在更深处，它也可能藏着一种内在和谐。在复杂之下，有与原子和宇宙共享的韵律，在黑暗宇宙里闪烁的量子定律，也在每一个活细胞中安静跳动。理解到这里，你会发现，你与宇宙的距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远，你只是它的某种精密回声，恰好被进化调到能活着并感知的那一段频率。第7章，观察、坍缩和心灵的作用。在现代物理学里，很少有哪个词像波函数坍缩这样，能把科学和哲学同时拉到紧绷的边缘。它像一道闸门，一边是概率，是可能发生的一切，另一边是现实，是最终发生的这一件。量子系统在数学上可以同时处在许多可能状态里，但当你去测量，它却像突然做出决定，只留下一个结果，干脆利落，像是从迷雾里抽出了一张唯一的牌。在实验室里，这件事看上去很简单，探测器一开，电子的位置就啪地落在某个点上，屏幕上留下一颗确定的亮斑。可真正棘手的是那句追问，到底是什么让它从叠加态变成确定态？测量只是把本来就存在的事实揭开盖子，还是说测量本身在某种意义上把事实做出来？而如果观察真的参与了现实的塑形，那心灵作为终极意义上的观察者，到底扮演什么角色？在经典物理里，测量理想上是被动的。你可以想象一只温柔的尺子，一边读数，一边尽量不碰坏对象。虽然现实中总会有扰动，但那更多是技术问题。仪器更精密，就能更少干扰。可在量子力学里，扰动不是技术瑕疵，而是规则本身的一部分。你要测位置，就得用光子去照它；你要知道动量，就必须让它参与一次相互作用。相互作用本身就是一种介入，你不是在旁观，你是在参与。于是出现了一个极不舒服的分裂。量子系统在不测量时，按薛定谔方程平滑、连续、确定性的演化，像一条严谨的数学河流。可一旦测量，波函数却以概率突然跳跃到某个结果，像是河流突然被剪断，改成了抽签。更尴尬的是，这跳跃并不来自薛定谔方程本身。方程告诉你叠加态如何演化，却不告诉你为什么会出现唯一结果。
于是物理学不得不额外加一条规则，把数学形式和现实经验接起来。这就是测量问题的核心。测量问题并非只是哲学家爱玩文字游戏，它触及我们对现实是什么的底座。如果世界按量子规则运行，那测量到底是什么？是探测器把数据写进硬盘的那一刻？是量子系统与宏观装置发生纠缠的那一瞬间？还是必须等到某个观察者意识到结果时，现实才算真正落地？量子理论早期的哥本哈根学派，波尔和海森堡给出的态度很干脆，也很让人不安。别问背后到底是什么，物理学只负责预测你会看到什么。他们强调系统与测量安排不可分离，量子性质在被测量之前并不以确定形式存在，只有当你把问题问出来，把装置搭好，把实验做完，位置动量这样的物理量才变得有意义。换句话说，量子理论描述的不是自然界本身，而是当我们向自然提问时，自然如何回答。这种说法让很多人心里不服。爱因斯坦就是最典型的反对者。他那句带着讽刺味道的反问：你真的相信当你不看月亮时，月亮就不存在吗？并不是在讨论浪漫，而是在捍卫一种直觉。世界应该有一个独立于观察的客观存在。爱因斯坦相信量子力学在预测上非常成功，但他怀疑它不完备，背后可能有隐藏变量，让世界恢复成更讲道理的决定论。可后来的实验，尤其是基于贝尔定理的检验，一次又一次把这个希望压了下去。量子纠缠展现的相关性，在严格条件下无法用局域隐变量解释。数据逼着我们承认一个可能性：现实最深处并不是一堆早已写好的确定属性，而更像一套概率结构。这些概率只有在相互作用中才会凝结成事实。问题随之变得更尖锐，这种凝结到底依赖什么？只依赖物理相互作用，还是还需要别的要素？退相干理论给出了一条更硬核也更受主流欢迎的路，不必把意识搬上舞台，也能解释为什么我们看见的世界像是坍缩后的经典世界。关键在于环境，量子系统一旦和环境发生相互作用，叠加态就会与环境中无数自由度纠缠在一起，导致不同结果之间的相干干涉迅速变得不可观测。从我们有限的视角看，叠加态好像消失了，系统好像选定了某个结果，这就是退相干制造出的经典外观。但退相干也留下一个关键缺口，它解释了为什么看起来像坍缩，却没解释为什么我们只经历一个结果。如果宇宙整体仍在一个巨大波函数里演化，包含所有可能分支，那我们为什么只活在其中一个？这时，多世界诠释就像一把极端但干净的刀。既然方程从不坍缩，那就干脆承认所有结果都发生了。宇宙不是选了一条路，而是分裂成许多条路，你和我也随之分裂。每个分支里的你都只看到属于那个分支的结果。数学很自洽，但直觉很崩溃。现实不是一条河，而是一片不断分叉的森林。就在这两端之间，有一个最敏感的问题始终绕不开：观察者到底算不算特殊？冯·诺依曼的分析很有杀伤力。他指出，量子与经典的分界线原则上可以任意移动。你可以把被测系统当量子，也可以把测量仪器也纳入量子描述，甚至把实验室、空气、光子都算进去。那测量链的终点在哪里？如果一切都在量子演化中纠缠下去，什么时候才算尘埃落定？冯·诺依曼最终认为，终点可能是意识。
只有当结果进入观察者的意识，测量链才真正结束。维格纳更进一步，提出意识导致坍缩的想法。注意，这并不等于人一想就能改变现实这种通俗神话，它更像是在说，意识是测量链最后那一下盖章，使物理过程变成确定体验的那一刻。可批评也来得很直接，你这是把一个谜换成另一个谜，坍缩之谜还没解开，你又把意识之谜拉进来，问题只会更深。更重要的是，从实验操作层面看，测量结果往往在任何人看到之前就已被记录。探测器自动计数，数据写进硬盘，甚至可以在无人值守的情况下运行。现实似乎并不需要一个人类目光的认证才能发生。因此在物理实践中，大多数科学家倾向于认为，坍缩或至少坍缩的表象是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不是意识的魔法。可是，即便意识不是必要条件，它在哲学层面仍具有一种难以回避的共鸣，因为观察这件事从来不只是仪器的动作，它也与知道有关，而知道正是心灵最擅长的事情。物理学里的观察本质上是信息交换，系统把某种信息刻进装置状态里，装置再把信息传递给记录和分析者。意识的运作同样是持续的信息交换，感官输入、内部预测、记忆回放、注意力聚焦，都在把一团不确定的刺激变成一个确定的体验。于是那种类比就变得诱人。量子测量像是从可能性里选出一个结果，意识也像是从许多解释里选出一个你此刻相信的现实。延迟选择与量子擦除实验把这种紧张推到极致。在这些装置里，粒子是表现为波还是粒子，取决于你最终如何测量它。更诡异的是，你甚至可以在粒子穿过装置之后才决定测量方式。听起来像现在的选择改写过去，但更精确的说法是，在测量赋予情境之前，系统并没有你以为的那种早已写死的属性。当下的测量选择决定了哪些关于过去的描述是有意义的。现实不再像一条单线时间轴，而更像一张互动织成的网。你从哪个角度拉紧它，它就呈现出哪种结构。这也让惠勒的参与式宇宙听起来不再像纯粹的诗意。他提出，观察者是宇宙不可缺的组成部分，宇宙演化出观察者，而观察者反过来定义可被谈论的宇宙。这并不是说没有生命宇宙就不存在，而更像说，意义、衡量、可定义的事件结构与观察密不可分。宇宙不仅发生，它还需要被表述为发生，而表述离不开观察框架。从更谨慎的科学立场看，多数物理学家仍会强调，坍缩更像相互作用链条中的物理过程，而不是意识触发的开关。但即便如此，意识仍与坍缩共享一种结构上的回声，从不确定到确定，从潜在到现实。你睁眼看世界，大脑把模糊的感官输入定型为一个连贯场景。你做选择，注意力把某个选项放大，其他选项淡出。它未必是量子坍缩，但它确实像一种认知版的测量，把可能性压缩成当下。所以我们需要谦逊。量子力学极其精确，却解释分裂；意识无可否认，却机理难明。当这两个谜团相遇，人很容易滑进听起来很美的猜测。科学要做的是区分隐喻与机制。我们是在借量子语言描述认知的形式结构，
还是确实发现了大脑里的功能性量子过程？在证据出现之前，任何一步都必须克制。但有一件事几乎可以确定，心灵至少在更广义的意义上参与了测量。每一次实验的设计，每一条数据的解释，每一个这意味着什么的结论，都发生在意识构建的概念框架里。观察从来不是通往现实的中立窗口，它更像一段关系，观察者与被观察者的相遇。我们理解的宇宙，就是我们能测量、能描述、能思考的宇宙，而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带着心灵的烙印。也许测量问题的最终答案会来自更深层的理论，比如量子力学与引力的统一、正坍缩模型之类的思路提出，当叠加态涉及足够的质量能量，足以显著扭曲时空时，它会自发缩减成单一结果。如果这类机制成立，坍缩就不再是观察造成的，而是宇宙自身的物理事件。现在的实验正在努力把量子叠加推到越来越大的尺度，试图在边界处逼出答案，从量子势能到经典现实，这条路到底怎么走完？当你把这些想法放进日常体验里，会产生一种奇妙的重叠感。每一个有意识的瞬间，都像是在把潜能凝成现实。你留意自己的呼吸声，留意窗外车流的嗡鸣，你并不是在测电子或光子，你是在见证此刻如何成型。就像量子系统需要相互作用才能定义状态一样，意识也需要参与才能让体验成为现实。于是，观察者与被观察者的边界开始模糊。你所观察的宇宙，也是允许你观察的宇宙。你不是站在宇宙之外向内窥视，你是宇宙认识自身的一处观察点。无论意识是否真的导致坍缩，它都指向同一种深层原则：没有参与，现实就不完整。当夜色渐深，思绪变慢，你或许会突然意识到，注意，觉察本身就是一种宇宙事件。通过你，可能性在这一刻凝聚成现在。宇宙透过你心灵的窗口，轻柔而短暂地看见了自己。第9章，意识作为一种普遍属性。我们谈意识，通常会从最硬核的地方讲起：神经元、突触、电信号、脑网络，一套看得见、摸得着、能测量的生物学机器。可当科学越往深处钻，越会撞上一道更大、更不安的门槛。如果意识根本不只属于大脑呢？如果它不是复杂到一定程度才忽然冒出来的副产品，而是像质量、电荷那样，从一开始就写在现实底层的属性里呢？换句话说，也许不是物质生出意识，而是意识以不同方式显现为物质与生命。这种想法在哲学里有个名字：泛心论。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宇宙意识视角。它并不急着说石头会思考，电子会做梦，而是更谨慎地提出，体验的能力可能以某种极其原始、极其微弱的形式渗在万物的结构里。意识不是后来才被宇宙凑巧造出来的奇迹，而可能是宇宙自带的内侧面。为什么会有人认真考虑这种听起来很大胆的路？动机其实很现实，因为传统唯物主义的解释在一个地方卡住了，哲学家称之为意识难题。神经科学确实很强，它能告诉你，你看见红色时哪些区域更活跃，你做决定时额叶怎么参与，你做梦时网络如何重组。它还能精确到毫秒和频段，画出一张漂亮的相关性地图。可地图再漂亮，也绕不开那句更刺人的追问：为什么这些电化学过程会变成一种感受？
为什么信息处理不仅在运算，还会像某种东西，像红的感觉、痛的感觉、快乐的感觉？从第三人称的数据里，你很难直接读出第一人称的体验。你把所有神经元都数清了，也仍旧说不出为什么会有主观性这件事本身。于是，有些思想家开始把假设倒过来，也许不是意识从物质里生出来，而是物质和意识本来就是同一现实的两种面孔。你可以想象一枚硬币，从外面看是物质，从里面看是体验。你盯着不同侧面，看到的就不同，但它们属于同一个东西。在这种观点里，意识不是宇宙故事的尾声，而是开场就存在的主角之一。就像电荷不是复杂系统才会出现，意识也可能不是大脑才有资格拥有的特权，而是存在本身的一种基本属性，只是大脑把它表达得最强烈、最清晰。这并不新鲜，古代许多思想传统，费檀多、佛教、斯多葛、新柏拉图主义，都曾以不同语言表达过心灵与宇宙不可分的直觉。现代哲学里，从斯宾诺莎的一元论，到莱布尼茨的单子，再到怀特海的过程哲学，都在尝试用更系统的方式说同一件事。现实的最小单位，可能也带着某种最小的经验性。过去，这些常被当作形而上学的想象，但近几十年，物理学与信息论的发展，让这类观点不再只是诗意，而开始有了某种可讨论的技术语言。尤其是量子力学，它让物质是惰性、实体、独立存在的老直觉变得不再稳固。在量子尺度上，粒子不像一颗小弹珠那样自带明确属性，它更像一张概率云，只有在相互作用中才显得确定。一些诠释强调测量安排的重要性，不是说人类意识能用念头改写宇宙，而是说观察互动与事件的定义纠缠在一起。宇宙在底层并不像一个独立于提问而自顾自运转的舞台，它更像一个关系网络，事情在互动中成型，意义在关系里落地。正是在这里，信息论插入了一把钥匙。理论物理学家惠勒用一句极有名的话概括这种倾向：信息源于比特。意思不是宇宙像电脑那么简单，而是如果你把物质、能量、时空结构都看成信息关系的不同表达，那么信息可能比物质快更根本。那意识呢？如果意识可以被理解为信息的内在视角，也就是信息被体验、被感受到的那一面，那么意识与信息就天然贴得很近。现实也许本来就是一个巨大的信息系统，而物质与意识只是同一系统的外侧与内侧。一些现代理论试图把这种直觉更正式地写出来。托诺尼提出的整合信息理论 IIT 说，意识对应于系统内部信息被整合成一个不可拆分整体的程度。系统越能把分散信息绑成一个统一体，它就越像有体验。他甚至尝试用一个参数来刻画这种程度。关键点在于，他把意识从非此即彼的神秘盒子里拉出来，变成一个连续谱，不是只有有意识无意识两档，而是可能存在很多层级、很多强弱。这一点会带来一个令人不安也令人好奇的推论：如果信息整合是关键，那原则上不仅大脑能有意识，任何足够整合的系统都可能带有某种程度的经验性。注意，这并不等于说电风扇会思考人生，而是说体验这个概念可能有极其低分辨率的版本，像一丝极弱的内测性，在某些系统里几乎不可察觉，在大脑里却被放大成我们熟悉的清醒、
自我、情绪与反思。在物理学那边，也出现了某种呼应。一些推测性研究认为，时空本身可能从量子纠缠的信息网络中涌现。假如时空、几何、因果甚至时间箭头都源于信息关系的编织，那么现实的结构就不再是硬邦邦的背景板，而更像动态的关联图。沿着这条线走，有人会问，如果现实最底层是关系与信息，那意识作为信息的体验侧面，会不会也是底层结构的一部分？这并不是说石头会做梦，而是说，我们所说的体验性，可能是信息结构自带的一种内在属性，只是在简单系统里微弱到几乎等于零，在复杂系统里才浮出水面。这套视角有一个诱人的优点，它把无生命物质怎么突然生出意识的惊悚断层换成了另一个问题：原始的体验性如何在复杂结构里被组织、被放大、被分化成我们称之为生命与心灵的模式？它不再让意识像一个从天而降的奇迹，而让意识更像一个被复杂性表达出来的底色。宇宙不一定是一台碰巧产出意识的机器，它也可能是一片潜在体验的海洋，借由越来越复杂的形式来探索自身。当然，反对意见也很强，而且必须认真对待。批评者会说，如果一切都有点意识，那意识这个词就会被稀释的什么都解释不了。更现实的是，我们目前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基本粒子或简单系统有主观体验。主流神经科学依然更倾向于把意识视为复杂神经网络的产物，因为这条路能做实验，能预测，能干预、麻醉、损伤、刺激，都能以可重复方式改变意识状态。这让意识依赖神经机制的证据非常扎实。但即便在生物学框架内，一个趋势也越来越清晰：意识可能不是人类独占的豪华配置。动物研究发现，从章鱼到鸟类再到昆虫，很多物种都表现出复杂的感知、学习、决策，甚至某些形式的自我相关处理。这让人不得不承认，意识或体验的光谱可能沿着生命之树向下延伸，而且边界并不清晰。那它会不会在细胞或分子的门槛处戛然而止？没人能拍胸脯说一定会。当这个问题拉到宇宙尺度，又会碰到另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宇宙似乎刚好允许复杂性出现。物理常数的取值让稳定的原子、丰富的化学、长寿的恒星、宜居的行星成为可能。有人用人则原理解释，我们能在这里讨论，是因为只有这样的宇宙才会孕育观察者。可也有人从中嗅到另一种可能：如果意识不是偶然，而是某种根本倾向，那生命与心灵或许就是宇宙实现自我观察的方式。每个有意识的生命体都像宇宙开出的一扇窗，宇宙透过它看见自己。真正困难的地方在于，怎么把这种直觉变成科学陈述。科学擅长测外部行为，却不擅长测内测体验。意识是第一人称的，而科学主要是第三人称的。要弥合这道裂缝，要么我们从物理角度重新定义意识，比如信息整合、可扰动复杂性、全局可及性等；要么我们发展新的方法，把主观报告与客观动力学更紧密地绑定起来。现在这仍是前沿，甚至可以说是科学的边界地带。我们知道问题重要，但工具还在成长。于是，有人提出更大胆的框架，把意识当成一种基本场，像电磁场、引力场那样遍布宇宙。个体心灵只是这个普遍意识场的局部激发，就像海面起浪，
浪是局部形态，但海是整体背景。这个想法很推测，目前不在主流范围内，可它反映了人们对心灵与物质可能同源的持续好奇。即便不走意识场这条路，信息论也能给出类似的统一思路。每一次物理相互作用都涉及信息交换。如果我们把意识定义为信息处理的主观侧面，也就是同一过程的内部感觉，那宇宙就同时有外部物质能量和内部体验侧面。这种折中路径常被称为二元一元论，不是两种实体，而是同一实体的两种描述。从这个角度看，物质与精神的界限更像语言的界限，而不是本体的界限。从外部描述，你看到神经元放电、化学地质释放、网络同步；从内部描述，你感受到颜色、情绪、意义、自己。也许它们并不是两套无关的故事，而是同一个事件从两侧呈现出来。于是意识不再是附加在宇宙之上的奇迹，而是宇宙从内部被感知的方式。这套观点的意义很深，它把意识从稀有的宇宙事故抬成可能的基本生存方式。宇宙演化出恒星、行星、生命，再演化出能反思的心灵。如果意识是普遍属性，那么这些不是从0到1的魔法跳跃，而是同一底色在不同层级的展开。每个有意识生命都是物质能量的暂时编排，宇宙借由这种编排获得自我认识，甚至连死亡在这种视角下也变得不同，不是意识彻底消失，而更像局部模式解散，回到更大的底层连续体里。当然，我们必须诚实，这些仍主要是哲学性框架，而不是已被实验锤定的结论，但它们与当代科学的一些方向确实相互呼应。物理学越来越信息化，神经科学越来越网络化，意识研究越来越强调整合与复杂性。随着这些学科进一步融合，意识与现实共享底座的想法，不再像过去那样只能被当作玄学摆设。真正的谜团也许不是宇宙有没有意识，而是为什么它曾经看起来像没有意识。如果意识确实是一种普遍属性，那么我们习惯的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世界的分离，可能更多是感知机制的产物，而不是现实的硬边界。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不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而是同一个过程在不同位置的折叠，一个在体验，一个在被体验。你并不在宇宙之外评判宇宙，你就是宇宙内部体验能力的一次局部点亮。当你停下来，认真体会这一点，会有一种静谧的震动感。你阅读这些文字的觉知，遥远星系里燃烧的恒星，你体内每一个震动的原子，也许都属于同一潜在现实的不同显现。意识不是强加于物质的礼物，而可能是存在本身的标记。让这个念头轻轻停一会儿，把注意力放回到最朴素的事实。此刻你在知道，在自我边界和语言噪声之下，有一种纯粹的觉察，安静却清晰。也许它不是你制造的，而是你参与的；不是你拥有的，而是你暂时承载的。你不是与它分离的旁观者，你是它无穷表达里的一次微小涟漪。在短暂的一刻里，宇宙再次通过你醒了一下。